据环球时报的消息称，面临着中方的严厉警告，原本打算踩一踩中方红线的英军航母编队，当前又悄悄驶出了南海。不过，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指挥官莫尔豪斯的说法却不太一样。他发文称，英国海军的航母打击群已经进入菲律宾海。尽管与之前所计划的行动有所变动，但这次南海航行无疑彰显了英国维护印太地区的实力与决心。从英国指挥官的话中不难看出，他对英国航母兴冲冲的来试探中国红线，却又半道溜了的行为还挺满意的。然而，这倒是枉费了我军的一番准备。要知道，此次英航母的行动，我军可是一直跟着呢。055大驱以及山东舰都在南海，双方的距离正好在歼15的打击范围之内，就等着英舰迈出那一步。但是，说好的越线呢？不过，这样的一个结果，对于热爱和平的中国人来说，当然是喜闻乐见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军的枪口威慑下，英国还惨遭盟友抛弃。据了解，德国海军的巴伐利亚护卫舰目前已启程来到印太地区执行任务。此次的任务倒是没有什么看点，但是早在英国去年宣布要来南海自由航行时，他们当时的措辞和英国一样，宣扬要维护印太地区稳定局势，甚至直接点名中国破坏了印太和平稳定的局势。但是现在真的要来的时候，德国的措辞更加谨慎了。除了强调南海地区的无害化通行，希望中方允许其军舰通过南海去执行任务外，他们还希望能在任务结束后来一趟访华之旅，树立起对华友好典范。从德国方面的态度来看，显然有实力才能赢得尊敬。如果我军不够强大的话，德国还会在对华问题上抛弃英国的观点吗？在英国看到德国的做法与其完全相左时，英媒《观察家报》做出了反省，称英国海军不应该尝试恢复往日的荣光，更不应该到南海虚张声势。显然，相对于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美德，面对已经划清红线的中方，作为老牌帝国的英国，在南海问题上最终还是选择了低调。这一方面既突出了英国人利益至上、见风使舵的本质，同时又再次证明了实力才是维护中国主权的基础。真理永远只在大炮的射程范围内。近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启动与印度尼西亚的战略对话。此次两国对话将包括所谓的捍卫南海航行自由等问题上达成合作共识。据悉，印度尼西亚是10个成员的东盟中最大的国家及经济体。美国一直认为这个集体是抵制中国在亚太地区扩张影响力的关键，而事实上，近段时间以来，美国也确实在与东盟频繁联系。上个月，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透露，布林肯下周将每天与东南亚官员进行视频会晤，其中包括东盟以及其他国家的10位外长举行的年度会议，加上与柬埔寨、缅甸、越南、泰国和老挝的单独会议。对于美国此举，英国媒体直接讽刺，声称布林肯这是在向东南亚国家献殷勤。确实，自从美国将中国定义为主要外交政策挑战后，拜登政府就越发关注这个此前受到他们忽视的东南亚地区。而结合美国方面近期各种举动来看，他们显然在加快拉拢东盟国家。对此，有相关专家分析，美国国务院和布林肯的目的很可能是为了让东盟也加入反华阵营，特别是印尼作为东盟国家的代表，无疑是美国当前的主要目标。或许也正是因为如此，美国方面对这次的对话表现得非常重视，专门派出布林肯亲自出面与印尼外长进行会谈。不仅如此，在会谈结束后，美国国务院甚至连发了2条新闻，展现了所谓的会谈结果不说，还特别提到布林肯与印尼外长的会谈，两国在双边抗击疫情、贸易以及疫情等多个方面达成了共识，其中也提到了南海问题。美国这边动作不停，相比之下，印尼倒是没什么动作。在结束会谈后，印尼并没有在社交软件上发布任何关于此次会谈的内容，也没有在随后的会谈新闻中提及到南海，一副并不想成为美国盟友的态度。不过，印尼此举倒也正常，毕竟以现在的中国实力，与中国作对是非常不明智的选择。随着中国实力越来越强大，实际上除了印尼外，东盟很多国家都认清了这一事实，就连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都在此次事件发生后警告美国要清醒，不要把中国当成对手，与中国作对。新加坡的警告令美国一度下不来台不说，还引起了慌乱。在美国人眼里，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国家偏向中国一边，照这么下去，很可能会落得人人喊打的下场。更严重的是，解放军的大礼已经在路上了。对于美国近期的做法，我军展开了一系列军事演习予以回击。大陆在用实际行动警告试图干预南海事务的国家，倘若继续挑事，那就是欠收拾。解放军将不再客气。要说最近几天的大新闻，
那必定有印度首艘国产航母海试的一席之地。历经15年的苦苦等待，维克兰特号航母终于在近日开始了其首次海试。放眼世界，能够独立建造航母的国家没有几个，甚至连拥有航母的国家也没有几个。所以单从这一点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庆贺的大新闻。更何况这艘航母经过了10几年漫长的建造过程，对于印度而言，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不过这一刚海试完，就被美国盯上了。日前美国网站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大有怂恿印度效仿英国做法，派遣航母到中国南海进行军事挑衅的嫌疑。作者托马斯·纽迪克表示，一旦维克兰特号航母投入使用，印度将再次拥有2艘航母。但是其认为印度的野心绝对不仅仅是在印度洋保持存在，其甚至还阴阳怪气地表示，尽管印度的另外一艘航母维克拉玛蒂亚号服役已久，但是其并未参加过任何的作战行动。显然，其在鼓动印度航母参加到地区博弈中去。迪克表示，这些军舰将有可能在应对地区紧张局势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美军口中的地区局势紧张，指的就是印太地区，特别是南海。而这样的伎俩是否似曾相识？不久前，英国航母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周边挑衅之际，美军就怂恿其进入南海岛礁12海里内进行挑衅，为的就是让英国航母挑衅起到一个示范带头作用，鼓动更多的域外国家踩上中国红线。但是遗憾的是，英国并没有这个胆量照做，但是美国这样的贼心仍然不死。这次印度国产航母刚海试，美国就盯上了。不过印度会照做吗？某些时候，印度虽然在挑衅中国上姿态很欢，但是他们也十分清楚，印度实力远逊于中国，这一点是短时间内无法消除的。其次，美国并不是一个值得依靠的盟友，在美国心中，所谓的盟友不过是帮助美国维持全球霸权的棋子罢了。因此，美国鼓动印度航母进入南海岛礁12海里挑衅，很大程度上实现不了。但是对于这次美国怂恿印度这件事，国人的态度大变，直呼这是一个好的建议。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有人说，印度航母刚好可以给中国当陪练。某种程度上来说，相比于印度，国人对于远道而来的英国军舰挑衅容忍度更低。在8月2日，日本主流媒体读卖新闻在当天透露，日本防卫省决定将在2022年在南部的冲绳县一个名为石横岛的岛屿上修建一个导弹基地，常驻部队规模大约在600人左右，核心目的就是对抗目前军事实力不断壮大的中国，而这已经是日本第4个专门的对华导弹基地。据读卖新闻介绍，日本防卫省对于这个新建的导弹基地规划，除开本身这支扩充的部队外，另部署2支导弹部队，一个装备有反舰导弹和防空导弹，另一支则作为防御部队，防御武装突袭或应对大规模自然灾害的应急部队。有观察人士指出，按照日媒透露出来的4个导弹基地部署地理位置，其实就是冲着中国的海上航道来的，向南延伸的导弹基地。按和美军第1岛链的战略规划，强化了第1岛链的远程打击力量和防御能力。此外，自从美国战略重心改变以来，日本就在积极配合美国反华策略。在今年的3月份，就接连部署2支电子战部队，在日本的冲绳、长崎、鹿儿岛一带，与此次导弹部队的部署十分相似。据悉，这些电子战部队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和平时期搜集中国军事动向，对我军空军或海军装备的电磁特征进行记录；在战时，则是对中国境内的重要网络节点实施打击、破坏，对周边地区进行电磁干扰。日本媒体还曾一度用对华构筑电子防线来形容当时日本防卫省的这一布局。从很早之前，日本外务省就开始砸重金在我国国内培养汉奸，处处洗白日本过去的侵略行为。在我国疫情爆发初期，明明是在日本经营的华人企业向武汉捐献物资，却被一些有心人故意扭曲成了日本人和当局向中国捐赠的物资。这一点就能看出日本对华的野心极其扭曲和阴暗。此外，日本外务省收买的这些汉奸疯狂在我国国内兜售中日友好，但在日本国内却有民调显示，80%的日本民众对华反感厌恶。如此民意环境已经能说明很多东西，哪有什么日月同天，明明是山川异域，不共戴天。有我国网民就指出，如果日本执意当美国人的狗，那我国就新仇旧恨一块算一算。